我尝这汁儿，尝尝吧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。我们继续逛东北延吉朝鲜族的早市。上一集里呢，我们看到了好多当地朝鲜族特产，还有东北珍奇山货，人参、鹿茸、灵芝、雪蛤。咱们接着逛，前方即将迎来各种热乎乎、嘎嘎多的朝鲜族美食。这边又是卖明太鱼干的摊位。在上一集中我们有说过，韩国80%的明太鱼都是中国出口的，而中国东北延边地区的合隆市呢，是中国最大规模的明太鱼加工基地。一定有朋友会问，为什么是合隆市呢？首先从地理位置上来看，明太鱼属于冷水鱼，主要产地来自于白令海以及俄罗斯的鄂霍次克海，而合隆市的地理位置距离它的产地非常近。从产品销售路线上来看，合隆市刚好位于俄罗斯、日本、朝鲜、韩国这些明太鱼出口大国非常优势的距离。接下来从明太鱼加工角度来看，明太鱼的主要加工方式是晾晒，而合隆市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，这边的气候呢属于中温带季风半湿润气候，因此在寒冷的冬天，这里相较于东北内陆不会那么的干燥寒冷，非常适合晾晒明太鱼。因此呢，这里就成为了世界级的明太鱼加工基地。这些朝鲜族的泡菜，像辣白菜，价格在市场上大概都是6元或8元一斤。这边左侧是水上市场的另一个出口，冷暖交替，因此有大量的白雾。可不要忘了，现在室外的温度可是零下20几度哦。这边都是各种调料磨成的粉末，可以用于拌菜或者腌制其他肉类。小卡片上除了中文之外，还有朝鲜族语的标识。这里摊位是各种干辣椒，还有辣椒粉。卡片上标识的不是名称，而是各种辣度等级哦。朝鲜族的日常饮食对辣椒的需求量很大，想想我们之前看过那么多的泡菜、拌菜、腌菜，都少不了辣椒粉的影子。听老板介绍说，除了四川以外，中国东北的吉林也是很大的辣椒产地，会出产到周边国家，比如这里的辣椒就占据了韩国进口辣椒的80%。这边就是朝鲜族特色打糕了，后面盆子里白色的就是软糯的打糕，切成小块之后，被前面大盆里各种口味的馅料包裹，一份就做好了。这种打糕呢是按斤称的，如果只想尝尝味道，可以少买一些。前面大盆里的馅料都是甜甜的豆面，有黄豆面、红小豆面，还有白色的是大豆面。红豆的、芸豆的、红豆面的，这个是红豆面、芸豆，这是这家摊位除了卖一些传统的朝鲜族特产之外，还有现烤的明太鱼干。这边的人一下子又多了起来，原来是老板正在制作现场炒米肠。
其实我们之前看到的蒸米肠，蒸熟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，咸鲜口味，大概10元或12元一份。而这边呢，老板又加入了青椒、洋葱和米肠混合一起炒，应该会更好吃呢。谢谢，稍等一下啊。这里的炒年糕也是早市上很常见的小吃。其实不仅仅是朝鲜族，包括周边的韩国、日本，街头上也会有炒年糕。打包吗？打包。打包。这家摊位是传统的朝鲜族大酱，像坛子里的这种深色的大酱，一般是煮汤喝的。这边几口大锅里煮的就是参鸡汤，还有牛肉汤。这家看上去并不是太丰富，别着急，之后有更丰富的呢。参鸡汤、牛肉汤、酱汤，还有汤川。这边是辣酱虾、蟹、酱油蟹的摊位，大家看看价格。像这种辣酱拌蟹是40元一斤，酱油蟹呢是45元，酱油虾是55元一斤。还有一种朝鲜族特色美食就是拌饭，而拌饭所需要的灵魂拌饭酱呢，都在这里啦。不仅有各种口味、各种辣度的辣酱，还有像牛肉酱、火鸡酱这种，都可以免费品尝，觉得好吃再买回去。其实除了用于拌饭之外，这些酱也可以炒菜。比如我们知道的辣白菜炒猪肉就是用这种酱了，还有这边摊位卖的辣酱拌猪蹄、拌鸡爪。这边热气腾腾的蒸笼，是不是一下子就有了早餐市场的感觉呢？不管是哪里的早市，蒸小笼包、各种粥类、馄饨都是必不可少的。这边的馄饨种类不少，像经典的猪肉小馄饨是10元一份，还有牛肉萝卜、羊肉圆葱等是15元一份。隔壁呢又是参鸡汤的摊位了。参鸡汤顾名思义，确实是用人参加入鸡汤熬制而成的。一份包含1整只鸡的参鸡汤，价位大概有30多元的，也有40几元的。这些鸡里面其实还裹着糯米、人参等等其他的内馅。8块钱的，我也要点那锅吧。就这么吃啊？啊，那热乎的，温乎的，咱火锅里拿不出。你也要一点？你也要一整点儿？全够了。这边盘起来的也是朝鲜族的蒸米肠，而这里黄黄的、看着脆脆的呢，是朝鲜族的特色小吃锅巴。这种锅巴呢是可以直接吃的，但是通常情况下，当地人会把它们泡在汤里，或者是炖菜的时候放入锅巴。大锅里面正在煮的又是参鸡汤。其实除了整只的参鸡汤之外，早市上
大部分店家卖的都是参鸡汤面，里面还会加上各种蔬菜等等。像老板正在制作的这样一份大碗参鸡汤是20元，也可以加上面或者配米饭来吃。新鲜的食材啊，咱们延边美食还是挺好吃的，特别考点人吃的啊，美食。听说咱们延边的东西不好吃啊，没吃到正宗的地方来。参鸡汤、黄牛肉汤都来大家快啊！这里还有免费小菜。别说那个什么，咱们延边都不好啊，咱们延边还没吃到正宗的地方啊。除了参鸡汤外，延边黄牛汤也是当地的特色。一份牛肉汤饭呢，同样也是20元。这边又是朝鲜族蒸米肠的摊位，走到这里我实在是有些饿了，于是就尝了一小块。隔壁老板正在做的是海鲜虾仁饼，这个应该不算是朝鲜族的特色，但看着也蛮好吃的样子。这里晶莹透明的是土豆饺子，有各种各样的馅料。那为什么要叫土豆饺子呢？是因为它的饺子皮是土豆粉制作的，因此会有透明的感觉。还记得我们之前在北方年货赶集上看到的粉条吗？那就是土豆粉制作的，煮熟之后粉条就是透明状。那这里的饺子皮和粉条其实是同样的道理。土豆饺子是按个儿卖的，有2块钱一个的，有3块钱一个的，馅料很多。听老板给我们介绍一下。那个是鸡蛋粉条的，酸菜猪肉的，萝卜牛肉的。这是2块的啊，这边3块的，有明太鱼的，这是明太鱼的，鲅鱼的，海米的。这家朝鲜族泡菜的摊位不小，种类很多。在后排我还看到了腊八蒜，还有糖醋蒜。老板在装的是酱黄瓜。这里呢是整颗的辣酱腌小葱，在辣白菜旁边是白萝卜泡菜。我在当地吃饭的时候，通常餐前都会有小菜赠送，一般呢就是这种萝卜泡菜，还有辣白菜泡菜。
在延吉当地吃到的泡菜，口味比较清淡，没有那么甜。哈尔滨除了今年非常火爆的冰雪大世界之外，哈尔滨红肠也是当地很有特色的特产。你给拿口袋，别着急，他马上就过来。口袋不需要了。那衣服在那儿呢。这是酱牛肉，看着很诱人。旁边呢是大大的鱼肉块。你手还有小东西没有？我最后那个290的，不是给你这儿的算完了。手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。给我妹拿了。表情还要管理一下。这个要我把这个搁里，太懵了。这个是6块7，你给我6块5，6块5，8块5，8块5加上4块，12块5，一共12块5。早市上人越来越多，而早市中的双语标牌呢，看上去也非常有特色。在来往的人群中，我看到有好多人手里都捧着好几样的美食呢。来，这儿呢。这边接连几家都是热乎乎的蒸屉，有包子，还有我们之前看到的各种馅料漂亮的土豆饺子，还有珍珠丸子、烧麦等等。吃啥的西红柿，现在汤饭啥都有啊。买早餐的汤饭的都有啊，油的呀都有，做吧啦。你要吃啥小麦？来小包子还是小烧麦？看看吃啥啊？你要吃啥麦？来西红柿，现在呀。这是南瓜糯米饭，旁边还有北方的咸口味的豆腐脑。这边店铺卖的是各种汤饭，有参鸡汤、牛肉汤，还有羊杂汤。这里咕噜噜冒着热气的参鸡汤喷泉，看上去真想喝上一大碗呢。这边是牛肉汤，碗里面已经搭配好了各式各样的牛杂，加入葱花、香菜、调味料，再盛满一大份热乎乎的牛肉汤。在东北零下20几度的早晨，这样一份早餐真的很让人满足。除了牛肉汤之外，喜欢羊杂的朋友们可以选择这样一份羊杂汤。这边的米肠种类蛮多的，除了传统的黑色之外，还有黄色和红色的。味道我没有品尝，我猜红色的是不是里面加入了辣白菜呢？来延吉地喝的啊，臭不能酸奶了啊！上茶喝什么好吗？做完了简单，正宗的4种朝鲜族特色汤饭。这边又是一家汤饭店。其实，在延吉当地，
汤饭是非常普遍的日常饮食，不仅是早餐，一日三餐都可以吃的。这些大桶里的就是朝鲜族传统大酱了，像深色的大酱是做酱汤用的，红色的呢就是制作眼前这些泡菜的了。参鸡汤、羊杂汤、羊肉汤都有，牛杂汤、牛肉汤、骨头汤都有啊。吃完咱就做就做啊，都好吃，有肉的啊。来，参鸡汤、羊杂汤、羊肉汤。这边米肠的摊位又围了好多人，店家写着全国包邮。在市场里，大部分摊位满足一定的金额都可以全国发快递的，这样大大方便了来这里游玩的游客。看老板在后面打包的，应该都是今天要发走的米肠了。米肠的价格呢，市场里每家差不多，像上一集我们看到的，基本上都是13元一斤。小馄饨啊，都有啊，这有什么鸡骨座、欧胡豆做啊。吸收粉15元。行。哎，海鲜饼。三鸡汤，这手子汤啊。再给你个圈来。三鸡汤20碗不要，15售卖三鸡汤。来，这个加温吃的海鲜饼、泡菜饼来。煎包煎饺啊，饺子包子馄饨。哎，海鲜饼、泡菜饼啊，拉香，来一份吧。谢谢啊。好啊，谢谢。哎，海鲜饼、泡菜饼。这种做图片的。5点吧。给我点，我有做。来油条高火锅热乎的啊，西带油条，来开大米饼，来油条豆浆、油炸高麻团的，来大米饼。这里卖的是韩式的网红小吃鱼饼，还有旁边的猪肉饼和五花肉卷。这里的现炖银耳雪梨汤，杯子很有特色哦。一共6个味道，这个是泡菜中和的，这个是金汤适当的，吸盘的、奈梅的，就是这几个了。6个味道里面是2个味道。啊，11个，要俩给你说一个。这边卖的是加入调料的现烤明太鱼干，还有大饼卷菜。现烙好的大饼，放上各种酱打底，加上蔬菜。21块钱哈，21块钱海鲜饼包3碗米肠，特别好吃啊！
特别香的，香是特别香的，给你喝了，相当得劲了。特别香的烟饼包，尝尝对，尝尝特别香，吃不贵，烟饼包3万几一条了，特别好吃，特别香的，特别好吃，特别香，海鲜饼包3万米一条，特别好吃，特别香的。这家卖的算是网红小吃，鸡蛋汉堡，在其他的夜市、早市也都会看到。这边的捞汁海鲜种类非常的多，看这巨大的章鱼爪。此外呢，还有捞汁螃蟹、各种贝类、酱油蟹、辣酱蟹等等。这捞汁小鲍鱼看着不错呢，辣酱蟹也个头不小的。尝尝吧，拿筷头给这个八爪鱼拿给小美女尝尝，咬一块。辣椒蟹5斤的可以先尝后买了啊！章鱼足我整一块。让他给你搅一块，你尝尝。尝一尝，这挺好吃吧？好吃。好像是炸鸡。这边的土豆饺子也是2元一个，而后面写着年号字，请问有没有知道那是什么特色小吃呢？要的热回来。市场里这种袋装的鱼片、鱼干、鱿鱼丝等等，都是10元一袋。全场最低价来10元一袋，10元一袋，买10送1，10袋包邮了啊！导游带团来。这里又是卖朝鲜米酒的，在上一集中我们看到的摊位比较多。朝鲜米酒喝起来酸酸甜甜，还有各种水果口味。找到的那么漂亮的吧？换下来一本。来一边的字。好啦，
逛了一整个早上的早市，这一路上，大家有没有被各种各样朝鲜族的美食吸引呢？虽然室外零下20几度的天气，但早市上的热情依旧不减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免费品尝，记得果包邮，记得果包邮了。